好，持續趕快來看到是泰檢的衝突激戰失控升溫，這一回終於是中國大陸要出手了，因為看到川普到目前為止他的調停都是無效的，習近平接下來派的特使磋商和平能不能真的降臨，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這一場衝突其實我們關注非常久了，到現在已經正式進入到超過10天了。本來是在邊境地區這邊的這一場大衝突，現在延燒啊，不斷的燒到柬埔寨整體的經濟重鎮去了。尤其特別關注在18號這一天，它的轟炸是特別強大的。泰國它出動它的空軍 F-16，向柬埔寨的賭場重鎮波貝這個地方投擲了2枚炸彈，結果造成了市區的建築物全毀哦。轟炸的地方可以看到都是這一些大型的建築物，包括這當中有大型的詐騙集團的營運中心，同時它也是柬埔寨軍方很重要武器的這個儲存設施。那麼戰爭到現在，其實呢已經造成非常多的損傷。泰國有21人死亡，柬埔寨17人。現在目前為止，超過80萬人家庭是流離失所，是沒有地方可以去的，他們都被迫疏散。這時候，泰國總理阿努廷也出來說話了。他針對於轟炸這個柬埔寨的這一些詐騙的地方，他是這樣說的：他說，柬埔寨的境內賭場不在泰國司法管轄範圍內，沒有錯，但是如果說相關場所被用作詐騙掩護，泰國方面是有必要去加以處理的。好，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這一場泰檢的衝突？一開始好像是邊界衝突，現在已經打擊到柬埔寨邊境的這一些詐騙集團了。這是泰國軍方其實最重要的目標嗎？把這一場戰爭現在正式的可以叫做打詐戰爭嗎？老師怎麼看？泰國跟柬埔寨的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是邊境領土衝突，或者是說神廟主權衝突。那現在變成一個打詐騙集團的這個戰爭呢？我覺得這個發展的過程其實跟泰國的內部的政治密切相關。因為阿努廷在9月份上來的時候，他就答應人民黨啊，就是在4個月之內他要解散國會進行改選。他在11號的時候宣布了解散國會。所以預計在明年的1月中到2月中的時候呢，會進行泰國的大選。人民黨希望能夠用選舉的方式回來真正的執政。但另外的維泰黨呢，那就是前面被拉下台的貝東丹，就在5月份的時候是今年的第一次的泰緬邊境衝突的時候，他打電話給柬埔寨的洪森說 ：“Uncle， 我們的軍人不好了，你不要在意了。”結果被公布出來這個錄音，然後他被迫辭職下台。所以我是覺得。因為現在要改選，所以呢，邊境的衝突再起，作為他們各個政黨以及和保守派人士以及和軍方之間的一個連結，這個時候沒有人敢去說啊，不要打，停下來，然後呢，我們好好的談。因為要選舉了，哪個政黨敢這個時候這麼做？可是當川普打電話來的時候，這個沒有辦法接受，因為才戰爭剛打起來，我們要支撐我們的打到至少選舉之前這個情況啊。所以呢，他就找到新目標了，打詐騙集團。有沒有合理性？有。有沒有合法性？也可以拉牽過來。那大家媒體支不支持？全力支持。不管是在國際上，在亞洲，連在泰國內部受到柬埔寨的這些詐騙集團的這些受害的人都不少。所以這個事情現在變成是得到各方面支持。可是戰爭再打下去，還是會有擴大的可能性，以及造成已經相當多人的傷亡以及一些這個流離失所的人民。所以我覺得他大概在這個打詐集團可能幾天之後，現在中國大陸開始在做調停了，就剛好也許有一個下台階。所以因此這一次的這個戰爭，我覺得可能會在未來的1個禮拜之內會有所調整。那當然不排除下一次的戰爭，他就剛開始。可能先就以打詐來開始吧。如果你敢再繼續的柬埔寨擴大戰爭、擴大詐騙的話，他可能下一步就是這個問題。那因為泰柬之間的軍力相差這麼大，就基本上是泰國不斷的在教訓柬埔寨，可是柬埔寨呢也就一直在抗拒的。所以呢要等待大國來介入協調。川普已經影響力不在，但中國的影響力如何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好，等一下我們會來持續看到那中國大陸介入調停到底有沒有效，但是我們也持續關心說，泰國這一次其實做了這個攻擊，也被視為是一個叫做搶救觀光經濟的一個生死戰，他寧可冒着這樣的風險也要打這個觀光保衛戰，就是因為泰國真的非常的不滿柬埔寨，因為它是少數呢這個免簽跟這個落地簽的國家都可以全免的泰國，那它其實每年有非常多的外國旅客進來，但是進來之後，他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詐騙集團會把這些受害者從泰國的邊境轉到柬埔寨跟緬甸的詐騙園區去。那對於柬埔寨來說，確實詐騙對他來說非常的重要，因為佔他 GDP 達到40%都是來自賭博跟詐騙。全國超過50個電詐園區，吸收超過10萬人，大部分都還是這些外籍的受害者，這也間接導致泰國的形象被反噬。光是2025年做了一個統計哦，泰國的觀光客人數年減幅4.66%，但是我們看到中國觀光客的這個觀光已經暴跌了34%，所以他怎麼樣都一定要打到底嗎？尤其我們知道柬埔寨它背後這個詐騙集團有政府高層做支持，它真的能夠徹底摧毀這些詐騙集團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泰國派 F-16戰機這個出境啊，就是跨境轟炸。我認為他雖然講的是對這個電詐、對這些詐騙園區啊來實施轟炸，其實他是為了教訓柬埔寨，他是為了報復，而不是真正的是要去打詐。打詐的話，不要說是柬埔寨，在泰國跟緬甸那個愛莫河那個 KK 園區，那個才是最大的電詐集團，在緬甸呢。為什麼不去炸？就在你泰國邊境啊，西邊，泰國的西邊是緬甸啊，為什麼不去炸那邊？你要去炸柬埔寨，以打詐之名啊，轟炸柬埔寨，就是報復，就是教訓就對了。就這很簡單嘛，對不對？他說如果要炸到醫院，要去醫院有恐怖分子炸醫院嘛，都是這個樣，這就是理由。真正的是要打仗，是騙人的。那在炸緬甸啊，那克倫邦那個邦啊，就在克倫邦在哪裡？就在緬甸跟泰國的邊界西邊呢。那為什麼不去炸那個大轟炸 KK 園區？KK 園區的電詐集團可大的嘞。所以我認為他是為了教訓，為了報復。那我們來看，那這樣子打詐是會有效果嗎？不會有效果。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詐騙集團呢，它很精的啊，官商勾結，已經變成共犯結構了。你以為柬埔寨不喜歡那個對那個詐騙集團喜歡嗎？問題是他們已經就在一起了嘛，融在一起，掛在一起了。這種共犯結構你怎麼樣去消除？很難，因為他要靠他吃飯，他要靠他保護。那個交保護費，一個有飯吃，那不是兩個剛好？那柬埔寨的這個生活很差，國民所得才2000多塊美元一年，對不對？泰國也好不到哪裡，泰國一年每一個人的 GDP 每一個人是7000塊美元，都不是很好了。那就詐騙集團就要橫行了。第二個，他們會機動，知道吧？跑來跑去的，不是呆呆的在那個地方給你來轟炸。詐騙集團早就跑了，精得很，他都要詐騙別人，他自己當然腦筋很靈光啊。當然可以啊。第三個我們可以知道，他們這個電詐集團的為什麼總是抓不到？他會化整為零，他根本不在了，人去樓空。為什麼？早就有通風報信啊，結果一去的時候，這個人去樓空，一個人都不在了。電詐集團想要取締他，我跟你講，他是好像有狡兔三窟一樣，這又共犯結構，又有機動作戰跑來跑去，又有化整為零，所以這些方面呢，我跟你防不勝防，而且尤其在落後的地區，那是沒有辦法一掃而盡的。好，那這場衝突到底會延燒到什麼時候呢？因為我們剛剛也說了嘛，這個川普2度的介入調停都沒有用。第一次是在今年10月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10月的時候，他在東協峰會上促成了這個泰柬之間簽了和平協議，就看起來是完全無效，還不是打了起來。所以呢，這一次也就是在前幾天的時候，他打了這通電話調停，同樣是沒有用的。那現在也看起來，這個泰國還酸川普說，我們泰國難道要聽其他人的話嗎？那如果是中國介入，到底有沒有效呢？因為18號王毅就跟這個泰柬2國的外長通話了，不斷在這當中居中協調，能不能達成停火？漢庭又怎麼看？泰軍空襲呢，基本上是一個內病外治的政治秀。為什麼突然升級？是因為跟泰國政府內部的合法性焦慮有關。它當然一方面是轉移鬥爭的焦點，畢竟泰國政府現在面臨國內反對派的強力挑戰，經濟復甦緩慢，哪有什麼比打詐騙集團，然後呢更獲得大家的支持呢？同時也是在爭奪軍事的主導權。泰國總統阿努廷和軍方背景的勢力，需要透過一場勝利來證明，我們不聽美國了，我們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主權。
那再來啊，這也是一種政治正當性的投名狀，因為民怨最深的就是旅遊業的下滑和電詐的猖獗，所以炸了波貝的賭場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一場華麗的政治公關秀。那為什麼美國調停會失敗呢？因為他口惠而實不至啊。川普只是要一個和平總統的名聲，他只管簽字拍照，但是呢，不管協議漏洞。川普談的是地緣政治的大道理，但他解決不了泰國的經濟飢渴。他不在乎泰國的觀光損失，他也不在乎柬埔寨的非法經濟。所以美國給不了泰國暴增的遊客，他也切斷不了電詐的利益鏈。對美國來說，東南亞只要你不倒向中國大陸啊，你們打個頭破血流，他正好還可以賣武器，這叫拉偏架，看笑話。所以泰國政府呢，就是為了國內的政治，隨時都可以切斷美國的這個協議。可是呢，中國大陸的調停反而是直擊命門。王毅直接說了"重建互信，及時止損"8個字，背後是有重金來支撐的，是啥？就是錢吶，對吧？因為對泰國來說，中國確實是最大的遊客來源。只要中國大陸也幫忙打擊電詐，恢復旅遊信心，那泰國政府的國內政治壓力瞬間就會減輕，不需要再靠打仗來轉移焦點。而對柬埔寨來說呢，大陸也是很大的投資方，柬埔寨的經濟轉型也離不開大陸的技術跟資金，所以大陸出手談的是利益分配跟發展